段武，陆通判，哼，你手上的证据可真不少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没什么，只是来告诉你一声，你派到京城给皇上送奏折的人，他肯定是进不了京的了。我可是皇上派到登州的通判。啊！上！你们不得无礼！你们这是……没关系，过会儿你就没事了。加把劲！哎，天猫火！哎，哥！这个重量就对了，重量不能错。上一批重了一些，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了。是。这个版面也很有进步，比上一批精致多了。恐怕这回连朝廷的银监技师也查不出来了。你干得不错，多谢刁掌柜。你把上一批的揉掉重铸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流出市面。是，刁掌柜尽管放心。这份奏折，皇上也是永远看不见喽。严冬，送信的人死了。段武，属下在。陆欣处置的怎么样？属下已经交代了成员，他会向朝廷禀报。通判陆欣疾病暴死，请朝廷速判新任。这个成员，他担任这个登州知州，也只能做这点事。刁簪，属下在。新钱铸造的怎么样？庄主请看。好，好啊！这才是我要的。好，出货的情形如何？我已经交代郑红，要他们日夜赶工。第一批50万枚，再有1个多月就可以交货。好，这50万枚铜钱一旦货到，马上发到全国的108个钱庄。是，庄主。我四海钱庄真正的大买卖才正式开始。恭贺庄主大功告成。
登州城根本就是我李坤的聚宝盆呐！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卿平身。谢万岁。包卿，近来开封府可有刑案待办？回皇上，京畿治安良好，并无重大刑案。你辖下各州区县又如何？托皇上洪福，一切平安无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让你出京，去一趟登州。臣启皇上，臣执掌开封，虽说并无重大刑案发生，但臣也不宜常离职守，还请皇上圣鉴。包大人，皇上要你去登州，是去查一件他人查不出、办一件他人办不了的案子。此事恐怕是非你莫属啊。王丞相说的没错。朝中若其他人去，朕实在放心不下。的确，非包卿去不可呀。臣敢请皇上明示。我朝于各州衙首设通判一职，包卿想必知道设其目的何在。回皇上，通判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，而负有监督知州之权，一例多由皇上钦派，且可直接向皇上禀奏，其目的无非在于监督州政，以防地方官吏渎职。不错。然而朕派去登州的通判，1年之间就换了3个，新任通判正在赴任路上。前2任都是突然染病死于任上。启奏皇上，臣斗胆，这其中必有隐情，绝不会如此单纯。朕又岂能不知？所以朕才要派你去登州。包大人，皇上是要你以钦差的名义，视察登州的海防军务为主，州政为辅，实则暗查2任通判的死因，并确保新任通判的生命安全。皇上，朝中吏部、刑部，甚至于大理寺，皆有权责钦察此事，却为何非要包拯前去登州不可？说起来，此事跟朕有关。王丞相自会向你说明缘由。无论如何，你立即准备，明日就出京吧。臣遵旨。皇上担心的是，不论派什么人去登州，恐怕都难以查明真相，所以才非包大人不可呀。包拯实在不明白，还请相爷明示。并非老夫认定朝中的文武百官没有清官，只是大多数的官员趋炎附势的多，真正敢于打击权贵的则少之又少。唯独包大人不治不求，公正廉明，定能将登州通判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啊！相爷，包拯更加不明白了。那登州不过是地方官府，又非朝廷重政，何来当朝权贵？甚至于连皇上都会忧心，朝中无人敢查办此事。包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此事无论如何势必会牵扯到登州的知州程元。那程元虽然蛮横无能，
不学无术。可是朝中的文武百官，没有一个愿意得罪他的。这却为何？只因那程元的母舅，就是当朝的太师庞吉。原来如此啊！虽然庞太师啊，人人忌惮他3分，可是真正让皇上忧心、群臣束手的，那倒是程元的表妹庞贵妃。不错，庞娘娘深受皇上宠爱，若是得罪于她，总是不好。然而是非黑白总得分清，倘若满朝文武俱都投鼠忌器，那要国法何用？包大人所言极是啊，这正是皇上要包大人前往登州的真正用心呐。皇上虽然宠爱庞贵妃，但是却不会置国法于不顾。只是一般的人，他只会养成上意，不敢去办。然而包拯若去，势必依法而行。啊，那没问题。只要包大人不是刻意针对那程元本人，我想皇上也必定能够体谅。相爷放心，包拯必定秉公办理。那就好。新任通判已经早几天就出发了，不过包大人钦差队伍的脚程会比他更快一些。估摸着未进登州之前就能赶上，到时还请包大人特别保证他的安全呢。是。敢问相爷，新任通判是哪一位呀？啊，他原来是礼部的一个员外郎。包大人应该认识他，他叫唐真。是他。他爹在世之时，与包拯同为监察御史，颇具风骨。那唐真进士及第之时，正是包拯阅卷。哦，原来他还是包大人的门生啊！那包大人更应该多加关照了。包拯责无旁贷。好，不过包大人此行啊，还是要以勘察军务为名，只能是暗查登州，否则打草惊蛇，恐怕什么都查不到了。是，多谢相爷提醒，包拯明白。展护卫在何处？回营之后怎就不见踪影？启禀大人，展大人说先去市集看看，稍后就回来。要不要来一个？很漂亮的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哎，红的好，红的最好卖了。多少钱？5文钱一个。哦，谢谢啊。找您钱。卖灯笼！这个样子，就给我这个看看。给我这个看看。2个钟摆。画的还是便宜点。真的是不错，是名师之作哎。那我要这个。好嘞，我也弄个。多水灵啊！这个啊，看几把灯来买。给我这个看看。大人请看。展护卫这是何意？大人可曾看出，这
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？这2枚制钱除了一新一旧之外，并无不同啊。公孙先生，你拿着试试。这2枚制钱的重量的确不同。不错，差距虽然不大，重量的确不同。旧钱使用日久，或是沾上污渍，或是铜钱生锈，因而变得较重，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些都是旧钱，重量也差不多了。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，新钱反而比旧钱重。新钱是重了些，这就有违常理了。朝廷所发的制钱，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惩治，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，这也不足为怪呀。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，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。属下认为，这就是不寻常之处。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，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。不可能，新钱出厂之前，都派有专人负责查验，若有瑕疵，当即销毁重铸，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！大人，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。哦，难道说是伪造假钱？大人，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，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，若是不能大量流通，则获利有限，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。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，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，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。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，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。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，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大人，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？大人，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？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，则此事非同小可，非但影响朝廷财政，甚至动摇国本，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。此事当然非查不可。大人，你二人分头查访的结果如何？根据市集摊贩的说辞，使用这些新钱的，并不是特定的几个官兵，而是全营官兵都在使用。学生在营中也略作打探，官兵手中的新钱也都是在军饷发放的时候领到的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营中的军需官员所发放的竟然是伪币。正是，那一定是军需官员使用假钱图利。不能如此断言。或许正如展护卫所言，
他们违法图利，也或许连他们本身也茫然无知，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所发出去的是假币。大人可要立刻召胡方前来问话。不，天色已晚，多有不便，暂且不动声色，待明日一早再带他前来询问。难道大人怀疑他涉案？不会吧？胡方把军队整顿得很好，按理说应该不会做这种事。并非本府对他有所怀疑，然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涉案的可能。可胡方手底下有2500人，从中又能获得多大的不法利益呢？哎，如果涉案的不仅是登州步军，而是在市井上广为流通，那就可观了。如今不宜妄加臆测，无论价钱的来源为何，流通多广，既然是在此地发现假钱，就必须由这座军营查起。包大人召末将前去，可是打算离开军营了？包大人在此地还有未了之事。什么未了之事？召你进帐，就是为了此事。展大人可否透露一二？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末将担心，包大人一向行事周密，言出必行。突然决定留在军营，必然是有极其特殊的情形发生。如果事先能够有所准备，总是好些。只要你行事端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一无所惧。是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胡指挥免礼。末将若有怠忽职守之处，请包大人惩处。哦，你有何怠忽职守之处？这，末将不知。既然不知，何来惩处之说？大人召末将前来，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。胡指挥不要多心，大人召你前来，自然是有话相询，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。是。请教胡指挥，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？是由军需发放，登州步军各营分驻各地，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。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？回包大人，就在此地军营之内。好，你带本府前去。包大人，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？本府只是前去查询，而非判定，你不必焦虑。末将。胡指挥，带路吧。是。启禀包大人，他们就是营中军需。参见包大人。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，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。是。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？是属下负责发放。官兵军饷有整有零，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？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，已经储备零钱，不需另行兑换。哦，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？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，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。可否打开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这些制钱
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。公孙先生，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，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。禁军直属朝廷，湘军隶属地方，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？启禀包大人，登州地处沿海，禁军中除了有步军、马军，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，而且驻地分散，路途遥远，运补不易，一贯例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。原来如此。湘军的指挥历由地方知州兼代，登州可也是如此。回包大人，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。本府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？是。这批新制钱，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？回公孙先生的话，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，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，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。你们可曾提出质疑？哦，有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，原来就是如此。公孙先生，啊，应该不会错，麻烦你们了。大人，学生已经问完毕了。既然如此，随本府回帐。包大人，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。是，请包大人开示。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，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若非必要，又怎会轻易改变呢？包大人是说，官钱改版牵扯甚广，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。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，那些制钱都是伪币。啊！大人，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。胡指挥，你不要惊慌。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，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，若是说的太多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，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。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。伪币既有来源，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获，此事不宜声张。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。那就好。大人要追查此案，可有末将效命之处？眼前没有，若有需要军队支援，本府自会随时通知。末将随时待命。本府暂留你营中，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，再定行止。是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件事情一直不太明白，大人可否指点迷津？展护卫，请说。朝廷铸造发行的官钱是铜钱，可是铜的本身价值就很高，甚至超过了铜钱本身。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挖空心思铸造假钱？当中难道还真的有利可图吗？展护卫说的不错，铜贵钱鉴的问题由来已久，朝廷也正在研拟解决之道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私铸假钱，必然是有利可图，所以才甘冒杀头之罪。大人，民间常有人把铜钱融化之后取其原铜，再经过加工制成铜器，其价值反而超过了铜钱本身的价值。连朝廷的钱监里都发生过融化旧钱，
铸造新钱的情形。大人，学生方才在研究这个假钱的成色。如果有人把真钱熔掉，取出原铜，在铸造假钱的时候减少铜的分量，这其中的差异便是利润之所在。不错。公孙先生能否说得明白点儿？好，钱间在铸造官银之时，铜占6分，锡铅合占3分。倘若把铜的成分降低至2分，将锡铅提高至7分，那么在扣除铸造之时的火耗、人工、磨损，1枚真钱足可以制造出2枚假钱而有余。原来如此。这些新钱所以比旧钱重，就是因为铅的成分放多了。很有可能。如果把这些假钱重入熔炉，确认其中铜、铅、锡各占的分量，就更加明确了。可是此地既无熔炉，又无工匠，又该如何查证呢？不，此地就有。军中的兵甲辎重，甚至于马蹄铁，都必须要自行熔铸锻炼。胡方这座军营之中，必定也有所需的物资。明日要他派人前来协助，便可查证明白。那查清楚之后，对案情有何帮助？查清成分之后，一则可以估算其利润，而推测其流量；再则可以从铜、铅、锡这些材料来源追溯出可能铸造的地点。总之，此案若要追查，就必须多方查证，齐头并进。就以公孙先生之法，先查明铜钱的成分吧。是，学生明日立刻去进行。公孙先生，还需要什么，请尽量交代。不用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多谢胡指挥。包大人把那些铜钱融化了干什么？胡指挥，包大人做事自然有他的道理，这些胡指挥就不必过问了。是。我还有事要向包大人禀报，胡指挥公忙去吧。是。铜的分量果然只有2分。是的，和学生的推断完全相符。如此说来，每一枚铜钱在经过熔销重铸之后，的确会有1枚多的不法利益。这也难怪会有人铤而走险了。可他们想要庞大的利益，必须要大量发行。80万禁军，每人10枚，就有800万枚。难怪他们会用发放军饷的方式，让假钱出手。不，以他们的力量，应该没有办法掌握全军军需的发放，而且以质量的粗糙而论，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不错。若想掌握全军，除非连三司及枢密院都有人参与其中，应该不至于如此啊。或许只有少数的军营地区才有这种情形发生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流通方式。可只有军队才能有这么大的流量。铸造假钱的人，难道还掌握了其他更好的方式？
流通的方式必须要顺理成章，而且能够确保不被察觉，的确不是很容易。大人，学生以为追查的方向应该指向必须大量使用铜钱的地方。溯本追源，不妨就由发放伪币的登州湘军查起。大人，由此处前往登州城，不止1日的路程，至少还需外宿1夜，方能在明日中午以前抵达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。都还平静吗？是。此地地处偏僻，又没有地方军队驻扎，而且我们都对这里不熟悉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是，大人就在这里住1夜，如果被人惊扰到，我可就为你们试问。是。大人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吧？既然是奉旨出京，任何地方都可能要去。驿馆原本就是让往来官吏暂宿之处，虽然简陋，却可免去露宿之苦。本府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属下记得，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也常常风餐露宿，这种日子不好过啊。展姑娘可曾在江湖上闯荡过？那倒没有。不过她从小最爱听在下说一些江湖掌故，所以从小她对江湖上的一些小小的伎俩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属下只是担心她和唐真在登州会闯祸。展护卫，不用担心，相信展姑娘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大人，假铜钱由登州湘军发给胡风的禁军，那程元兼任登州湘军指挥，此案会不会跟他有关？难说。那程元虽然仗着庞太师撑腰，但却也未必敢犯下如此大罪。不过，2任通判疾病身亡，的确匪夷所思。到了登州，还是得从程元身上着手追查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明日何时可以抵达登州城？各地驿馆之间距离30、50里不等，由此处到登州城正好是30里地。明日清晨出发，4时便可抵达。展姑娘和唐真已在登州城数日，明日到了，相信就可以告诉我们，那程元究竟是贤是愚，是忠是奸。那登州城究竟是否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？驾！大人，是否需要暂停休息？距登州城还有多远？大概10几里路吧。本府还撑得住，直接进城吧。是，出发。